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我的维生素 D 补充剂是怎么吃的，然后为什么？目前我吃的维生素 D 呢，叫做维生素 D3，我每一天吃的剂量是3万个国际单位，同时配合3万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3 呢，我也吃了300微克的维生素 K2， 而这个维生素 K2 呢是 MK7 的形式。今天我们的内容不讨论维生素 K2，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留在维生素 D 这个地方。维生素 D 它是有一个演变的嘛，在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 之前，它可以是 D， 可以是 D2， 可以是 D3， 最终我们人体使用的是活性的维生素 D。 那么最早出现的维生素 D 呢，就叫做维生素 D。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母亲要补钙，要吃钙，那时候我年纪很小，那我今年68岁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60年以前了哈。他吃的就是补充钙片，我们小时候也补充钙片，我记得我们还接受过打钙针。后来我10几岁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补充的钙片呢，就已经不是单纯的钙了，当时她补充的钙片叫做钙加 D， 那个年代的 D 就是所谓的 D1， 今天你们已经看不到了，今天 D1 已经不在了。今天我们再来讨论 D1 已经失去意义了，人体利用率很低的一种维生素 D 了，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去讨论它了。但维生素 D 流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出现了维生素 D2， 维生素 D2 出现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维生素 D3。 所以维生素 D2 跟维生素 D3 的区别在哪里？简单一点的讲解的话，维生素 D2 来自于植物，维生素 D3 大多数的情况下来自于动物。动物形式的维生素 D 就维生素 D3 呢，人体吸收率跟人体利用率就比植物的要高很多，我们是动物啊，所以渐渐的绝大多数的人补充维生素 D 的时候呢，就选择维生素 D3。 对于吃全素的人来说，你的选择是什么？有些人吃 vegan 啊，吃全素的人，你现在也可以买得到来自于一些藻类的提取出来的维生素 D3 了，所以你并不必然只能够吃维生素 D2。 是首先跟各位解释维生素 D2 维生素 D3 的不同。传统上来说，我们吃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什么？最传统的目的，各位，维生素 D 的功能和威力远超过我们一般的想象。在营养学家的眼中啊，大多数的研究维生素 D 的营养学家认为维生素 D 的命名有错误啊。他们普遍认为维生素 D 不应该叫做维生素，因为如果你把它叫成维生素了的话呢，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营养素。实际上维生素 D 在我们身体里面发挥的功能跟作用啊，接近于激素，这个威力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传统对维生素 D 的认知就是维生素 D 吃下去了以后会帮助我们身体吸收钙，它会让我们的副甲状腺制造激素出来以后，通知我们的小肠多吸收一些食物里面的钙。所以如果说你身体缺少维生素 D 的话呢，你有可能钙的吸收会不足，即使你食物里面钙很丰富，可是你吸收不了这么多。所以钙跟 D 一起吃，那么可以保障你吃下去的钙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吸收，绝大多数的人在这个状态下他就能够得到满足了。可是我要跟各位介绍维生素 D， 其实它有很多很微妙的功能的。跟我们的骨骼有什么关系呢？各位知道我们身体的骨细胞也是不停的在更新的，骨细胞更新的时间很长，它不是几天。单独的一个骨细胞据说要7个月到1年呢，单独的一个骨细胞，全身的骨细胞可能要10几年了。一个独立的骨细胞它要分裂出来变成2个，旧的这个骨细胞就灭亡了，凋亡了，新的骨细胞继续工作的。在骨细胞形成的时候有2种细胞，一个叫做成骨细胞，成骨细胞就是我们要生出新的骨头来，那个细胞叫做成骨细胞。维生素 D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缺少维生素 D 的话，我们身体很难把骨骼的细胞完整的新生骨细胞出来，所以就它跟成骨细胞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往往被忽略的一件事情是，它跟破骨细胞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凋亡了嘛就凋亡了嘛，就分裂完了凋亡了就随着它去了嘛。不是的，你一个细胞凋亡了以后它要被分解的，分解了以后它要被再利用的。如果你身体缺少了维生素 D 的话，你破骨细胞不能够好好的工作，这个细胞凋亡了以后它不能够顺利的被分解啊，是对人不利的。我举个例子来说，这个有很多年长的妇女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其实它并不是单纯的靠补钙就可以解决的。你补充了钙，你身体就即使有足够的钙了，它能不能够去到你的骨骼去？你的骨骼能不能够制造这么多的成骨细胞，让你的骨密度增加？那是需要
营养啦，需要补充剂啦，还需要运动的帮助，你的骨密度才能够增加的。但是往往如果你的骨密度低了以后，你去吃药，解决骨密度过低的药物，你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去拍片的话，你会看到骨密度增加的。但是我根据我读的书里面的内容，他们告诉我说，其实这些药物是减少了你的破骨细胞的工作，让你分裂出来了以后没有用的本该凋亡的骨细胞啊，就是没有活动力的骨细胞继续留在你的骨骼里面，留在你骨骼里面就是没有生命的细胞了。表面上看起来你的骨密度是提高了，其实这个是假的，它不是真正的骨密度啊。所以维生素 D 对跟破骨细胞被溶解、被身体再回收、再利用是有关键性的作用的。所以我们身体有足够的维生素 D 是很重要的一种维生素啊。为什么我们需要吃维生素的补充剂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从食物里面获取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 D 呢？实际上，食物里面能够提供给人身体维生素 D 的量非常少，即使你吃对食物了，你要吃很大很大的量才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真真正正人身体得到维生素 D 的来源呢，是晒太阳啊。我们跟阳光里面的紫外线 UVB 跟我们的皮肤接触了以后，在我们皮肤底下胆固醇相互作用了之后，经过肝脏的转换，经过肾脏的转换，最后生出了活性的维生素 D， 我们身体可以利用的维生素 D 是要透过晒太阳才能够得到的。一般来说，这个游泳池跟海边的救生员，他们身体比较不容易缺维生素 D， 他们经常晒太阳。一般其他的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我们身体里面普遍的缺少维生素 D。在哪个年代维生素 D 的缺乏症被注意到呢？是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呢。当时工业时期的伦敦是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因为它大面积的烧锅炉，用木材、煤炭烧锅炉，所以污染非常严重。那个时候发现了那个年代出生的小孩婴儿有很多有一种病叫做佝偻症，两条腿的骨头我们叫螺旋腿啊，佝偻症。当时有非常多这样的婴儿出生的，后来引起了注意，在经过了科学研究以后发现他们主要是因为身体缺少维生素 D， 没有办法吸收足够的钙。所以那个年代欧洲有很多医院啊，医生的处方就是晒太阳啊。你看到那个时候的照片，在医院的外面排了很多很多的椅子，就躺在那边，日光浴就是从这儿来的。但只是现在的人不太敢再晒太阳了，因为现在的人晒太阳又怕得皮肤癌啊，所以不敢晒太阳了。现在人普遍缺维生素 D 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皮肤跟 UVB 接触了以后，我们身体才会自己制造维生素 D 的。整个紫外线照射到地球表面的时候 95% 都是 UVA 啊。UVB 接触到达了地球表面，占整个紫外线的只有 5%。这是第一个问题，它量本来就少。第二个问题是 UVB 的波长很短，波长越短的它的穿透力就越不好。所以当太阳斜晒的时候，到了地球表面没有 UVB 了，因为斜射的时候大气层的厚度变厚了，空气污染的时候渗透不了，穿着衣服当然渗透不了。如果你坐在屋子里面隔了一层玻璃，尽管晒得漆黑，抱歉 UVB 被过滤掉了。你坐在汽车里面隔着汽车的玻璃晒太阳没有用的， UVB 被过滤掉了。如果你擦了防晒霜了， UVB 被过滤掉了。所以现在的人真正能够得到 UVB 的机会很低很低了，造成大面积的人身体里面缺少维生素 D。 这个是我们今天人类其实普遍面临的一个挑战啊。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学习了这么多跟维生素 D 有关的知识了以后，我个人深信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各位你们仔细去看一看，你们做妈妈的，用母乳喂食婴儿的，你们的医生就会告诉你说母乳里面是没有维生素 D 的，你们需要给婴儿另外补充维生素 D 的补充剂的。我告诉你们各位，母乳里面缺任何营养都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母乳里面缺任何营养是合逻辑的话，我们人类早就灭绝了，所以不合逻辑的。那么确确实实国外有一些真的科学研究机构在研究这个题目啊。母乳里面之所以没有维生素 D， 就是因为母亲体内维生素 D 不足啊。而母亲体内维生素 D 不足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包括今天各种医疗机构给的标准其实都不够啊。你按照它的标准达到理想了，母乳里面都不会有维生素 D 的。所以补充维生素 D 的必要性啊，其实是很高的。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讲，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一个仅仅是帮助我们吸收钙这么简单而已啊。我们在下一个视频里面，我会慢慢的跟你们解释维生素 D 跟我们的健康究竟有什么关系，补充维生素 D 的重要性，还有
我每天吃3万个 IU 的维生素 D， 很多人会认为说，标准的营养机构告诉你一个人每一天补充600到800个 IU 啊，我补充3万呢。那么高剂量的维生素 D， 为什么我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D？ 我可以解释给大家听，你们可以拿去做参考。下一个视频见。